大家好，这里是中国财经，我们关注和中国经济有关的各类资讯和信息。首先，今天我们来关注包商银行贪腐案。2019年的5月24日，包商银行因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由此牵出了一系列猫鼠一家的金融监管腐败案。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刊发文章，揪出所属护好预盘，披露了包商银行案中的金融腐败查处过程和情况。经调查，原内蒙古银监局包头银监分局对包商银行开展现场检查50多次，多次查出严重问题，却从未实施行政处罚，更未对责任人采取监管措施。不仅现场检查从不处罚，而且准入监管避实就虚。蓄意拔高监管评级，信访举报检查敷衍了事，如此明目张胆的大肆放水，为包商银行的野蛮扩张大开方便之门。文章指出，监管软弱无力，根子还是那一时期原内蒙古银监局党委管党治党宽松软。专案组在严肃查出涉案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站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高度，剑指腐败背后的监管漏洞。文章称，为了查清问题，专案组倒查了10几年的情况，搜集整理了涉及包商银行的历年行政许可审批材料、现场检查、信访核查、监管评级、行政处罚等监管方面的详细材料。根据专案组负责同志介绍，仅包商银行设立机构一项，每家的市场准入材料多则近1000页，60多家机构的材料加起来堆满了大半个房间。文件材料缺失的，就找当时的具体经手人员详细了解情况，对电脑的过程稿、笔记本上的手写记录都视若珍宝。同时对照当时当地的法规制度，核实比对履职行为规范与否。此外，在2020年9月至11月，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专门抽调了10名工作人员，就监管中的失职渎职行为及其背后漏洞进行了深入调研分析。文章指出，专案组对各类细节进行了调查，即使只是价值100元的羊肉票，都要找涉案人谈话，向内蒙古金融行业释放出监管者和监管对象零物质往来的强烈信号。文章还披露了对涉及包商银行案的监管干部的查处情况。2019年11月16日，一份留置文件摆在了时任内蒙古银保监局党委委员刘金明的面前。刘金明原任包头银监分局局长，正是其在包头工作期间，包商银行实现了初步扩张。由此，包商银行严重信用风险背后一系列腐败案件的盖子逐步揭开。1个多月之后，内蒙古银保监局原党委委员贾其珍、原包头银监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柴宝玉被同时留置。贾其珍从事和分管城商行监管近10年，直至包商银行出现重大风险前，其对包商银行无序扩张仍然听之任之。2020年6月4日，专案组对原内蒙古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继宁、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宋建基、党委委员、副局长陈志涛3人同时立案并留置。其中，薛继宁在任7年半期间，原内蒙古银监局竟从未在党委会议上研究部署过对包商银行的监管工作。包商银行曾是明天系旗下历史最悠久、资产规模最大、风险外溢性最强的一块金融资产。2019年5月被监管部门接管，2020年破产，是中国第一宗真正银行破产案。因大股东长期占款风险暴露，资不抵债，包商银行最终形成了1000亿元的窟窿，不得不由公共资金埋单，敲响了行业警钟。文章称，在银保监会党委的领导下，城商行监管部吸取经验教训，出台了银保监局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处事与纪检监察机构沟通协调机制、城商行民营银行单体机构风险评估机制等6项机制，以强监管促防风险，对全国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开展了全景式的风险排查，目前已排查了近90%的表内外资产。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1月18日上午9时，
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取消了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的上市地位。实际上，汇源果汁已经停牌2年。在2018年3月29日，汇源果汁披露了一宗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于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期间，汇源果汁向北京汇源饮料提供了一笔近43亿元的短期贷款，以便北京汇源饮料应付临时营运资金需要或还债。要说起汇源的起点，要提到他的创始人，农民出身的朱新礼。朱新礼用了28年的时间打造了果汁第一品牌。在1952年的时候，朱新礼出生在中国山东的沂源县，在这个曾经喊出要致富种果树的小县城，朱新礼拿到了铁饭碗，成为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在1992年的时候，朱新礼下决心下海经商，接手了一个负债1000万元、停产多年、已经倒闭的县办水果罐头厂，创办了汇源。由于在国内贷不到款，朱新礼就用补偿贸易的方法去买外国设备，再加工产品出口，去挣外国人的钱。1993年，朱新礼只身一人带着浓缩苹果汁样品去了德国，请朋友家留学的孩子做客串翻译，最终带回了价值500万美元的浓缩果汁出口订单。自此，汇源将浓缩果汁出口到了30多个国家。汇源在新闻联播之后，那个价值7000万的5秒广告让一代人记忆犹新，也让汇源敲开了全国市场的大门。在生意越做越大之际，在2000年的时候，德龙主动找上汇源，双方开始你来我往。在2001年的3月，德龙旗下的新疆屯河以5.1亿元现金出资控股51%，汇源则以资产出资持股49%，双方共同组建了合资公司北京汇源。在此期间，汇源在全国密集投资建厂，初步完成了果汁产业的整体布局。在资本的加持之下，汇源果汁在2007年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上市当日，股价大涨66%。汇源在2007年营收26.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56%。汇源也逐渐成为了中国的国民饮料。如今走进北京各大商超，仍然能看见多种口味的汇源果汁的身影。从国民饮料到寂寞退市，汇源命运的拐点出现在了2008年。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失败，在2008年8月31日的下午，汇源果汁与可口可乐签署了股份出售协议。交易完成之后，朱新礼将所持有的汇源集团38.45%股份悉数转让给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也为汇源果汁开出了179.2亿港元的高溢价价码。在当年，这是可口可乐122年历史中的第2大收购案，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笔外资收购内资企业控股权的交易。令朱新礼措手不及的是，这场交易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波澜，反对声不绝于耳。这笔收购最终没有获得批准，以失败告终。在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发布了2009年第22号公告，禁止可口可乐收购中国汇源。这次的跨国收购的夭折使汇源果汁元气大伤。在收购谈判期间，可口可乐认为双方的销售渠道存在严重的重合，为了配合可口可乐的收购，汇源果汁砍掉了16年来建立的销售体系和大量基层销售商，在销售渠道上自断双臂之后，汇源很长时间都没能恢复过来。在2009年，汇源果汁出现首次亏损。此后今年，汇源的利润率长期徘徊在8%以下。汇源果汁的价值从2008年的179.2亿港元跌到了36亿元人民币。朱新礼在去年也和女儿一起撤离了奋斗28年的企业。有食品行业分析师表示，汇源未来如果在产业链、产品上能够持续创新，如果有金主进来解决财务问题，汇源自身创新升级迭代，以汇源果汁全国销量第3的行业地位，还是有很大的翻身机会。但从汇源的财务报表来看，汇源果汁今年财务费用一路走高，财务费用以及100亿负债可能会成为压垮汇源果汁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汇源果汁走下坡路的10年中，饮料市场已经日新月异，是否还有容下汇源的一席之地还很难说。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煤炭进口的限制扰乱了煤炭在全球的流动，数十艘满载煤炭的货船滞留在中国沿海。
海运煤炭贸易的方向也因此被重塑。根据新加坡和伦敦的船舶经纪商称，停在中国港外的运煤船已增至约65艘。无法为其货物找到新买家的船舶运营商和煤炭供应商正在等待一场持续数月的贸易争端结束。中国是国际市场上最大的煤炭买家，在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引发的萎缩中持续反弹之际，为了满足国内工厂的生产需求，中国加大了对印尼和其他供应商的煤炭采购力度。中国从去年年初开始限制澳大利亚进口，之前澳大利亚对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提出了批评，这一限制给澳大利亚一项关键出口业务造成了打击，令海运散货船公司不得不为适应全球贸易网络的不断变化做出调整，并且闲置部分航运能力。这些闲置的货船现在实际上成为了煤炭的浮动仓库。波罗的海与国际海事理事会 BIMCO 的首席航运分析师 Peter Sand 说，针对这场疫情的起源问题对中国发难，于澳大利亚而言本质上就是一场贸易战，煤炭出口受到了间接伤害。他表示，由于中国是煤炭的主要买家，这些货船别无选择，只能等待争端解决。等待时间最长的是一艘散货船，该船于2020年的5月31日抵达了中国北方金塘港附近的海域，之后一直停留在那里。另外还有至少5艘船已经在这个港口停泊了200多天。经纪商表示，澳大利亚的3批船货已经转而开往韩国和越南。与此同时，过去3个月澳大利亚对印度的出口稳步增长，中国进口的焦煤用于生产钢铁，以满足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需求。根据 BIMCO 的数据，澳大利亚出口焦煤约占所有船运焦煤的2/3。该机构称，这种品级的焦煤是中国无法通过其他国家进口轻易取代的。中国第4大钢铁生产商合钢集团的一位高管说，钢厂在24小时不间断生产，产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这名高管称，焦煤已经供不应求，而港口吞吐瓶颈令整个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BIMCO 表示，2020年的12月，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约140万吨煤炭，低于2020年1月的780万吨。中国从印尼进口的煤炭从2020年1月的约900万吨增加到12月的1550万吨。根据 BIMCO 的数据，印尼是对中国所有类型煤炭的最大出口国。BIMCO 估计，2020年12月，中国的陆路煤炭进口量达到1年高点，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蒙古。中国从蒙古的煤炭进口量从2020年1月的不足200万吨跃升至9月的800万吨。中国政府尚未发布2020年全年进口数据。一位希腊的船东说，总体而言，陆路煤炭运输量仍然很小，但如果澳中贸易战继续下去，这将构成令人担忧的趋势。他的一艘船滞留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的鲅鱼圈港外，如果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建立起陆路进口线路，许多船舶将无人租赁。中国的禁令主要影响的是必和必拓和眼煤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等澳大利亚矿商，他们只有在货物交付之后才能得到全额的付款。在等待船只靠岸的过程中，他们还要支付每天的拥堵费，这相当于船只开航时收取的每日运费的20%左右，取决于航程的长短和船只的大小。中国航运高管表示，有迹象显示中国与澳大利亚的争端可能正在缓解。中国的一家散货航运公司的高管称，两国已经停止相互指责，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名高管说，预计几艘滞留时间最长的船只将在未来几天开始卸货，但关系完全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美国下一任财政部长提名人耶伦在昨天周二表示，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打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表明新政府将延续一些川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耶伦通过视频出席了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时表示，中国长期利用一系列的政策削弱美国公司，包括非法补贴、产品倾销、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其他贸易壁垒。这位前美联储主席表示，这些行为包括中国的低劳动和环境标准，都是我们准备使用一切工具来解决的问题。这一连串对中国贸易行为的指责呼应了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
他将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作为其经济议程的重点。中国在与川普政府达成的贸易协议中同意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并对长期的改革做出有限承诺。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罕见的一致要求惩罚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们在听证会上表示，新任财政部部长应该继续利用经济手段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耶伦则回应道，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与川普倾向于单边谈判和施加惩罚不同，他强调美国应该寻求投资基础设施和研发来加强自身经济，并与盟友展开合作。他说，我相信我们应该努力解决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最好的方式是与盟友合作，而不是单方面行动。是否保留川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是拜登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些关税迫使中国做出了一些结构性改变，但也提高了许多美国公司的经营成本。耶伦没有被问及他是否将保留这些措施。耶伦在听证会上也没有对任何货币操纵表示反对。他表示，如果提名获得通过，我将努力落实当选总统的承诺，反对外国人为操纵货币价值以获得不公平贸易优势的任何和所有企图。耶伦的任命需由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表决，然后参议院全体投票。如果获得确认，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央行和财政部这三大经济决策机构的人。感谢收看，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